如果人类真的遇到了另一个高级文明，结局会是如何？在科幻小说《万古千秋》中，描绘了科幻史上最黑暗的剧本之一。当高度发达的 Q 文明发现人类后，他们并没有毁灭我们，而是重写了我们。Q 文明将人类改造成了各种形态，有的变成了永远附着在巨型生物身上的不死寄生虫，有的变成了扎根在地的智慧植物，还有的变成了被母星恐怖重力压成薄片人，甚至还有人被改造成了生物模块和活体器官，供其他生命形式使用。每一颗星球都变成了一个画廊，每一个被改造的人类亚种都成了展品。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Q 文明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仇恨，他们视自己为进化的艺术家，而人类不过是他们实验的原材料。当我们把这个故事与现实世界对比时，这种不安感愈发强烈。许多人天真地相信，如果遇到外星人，他们会像神灵一样赐予我们科技，提升人类的文明等级。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像是在对着宇宙大喊我们在这里一样，不断向太空发送信号。但这真的明智吗？如果真有高等文明抵达地球，它会对我们做什么？假设大刘的黑暗森林法则在宇宙中有效，那说明保持沉默的文明才能在宇宙中幸存。而在高度发达的物种眼里，我们可能连对话都不配。对他们而言，只是看着一群有趣的动物在宇宙森林里哇哇大叫，并等待着掠食者的捕食。而我们100年前就已经点燃烽火，此时再想沉默，恐怕也晚了。你好，地球人，我是老马。宇宙的死寂就像太平洋里只有一条小鱼一样，所以我们不停地追问，为什么古老浩瀚的宇宙空无一人？这就是费米悖论谜题的起点。今天我们将尝试给出几个答案。第一个，也是最残酷的原因，尺度。我们习惯了像好莱坞大片里那样，飞船在几秒钟内就能在恒星间跳跃，但物理学的残酷现实将这些幻想碾为齑粉。太空不仅仅是空旷的距离，它是由时间和物理常数构成的牢笼。几十年来，科学家们试图利用元素周期表上的一切物质来计算冲出太阳系的方法。根据最大胆的预测，我们未来科技的巅峰可能是核脉冲推进飞船，比如弗里曼戴森提出的传奇猎户座计划或热核戴达罗斯计划，理论上能让飞船达到光速的1%，即每秒3000公里。以这个速度，不到15秒就能绕地球一圈。对人类而言，这快得难以想象。但在宇宙尺度下，这种速度让我们显得无比无助。即便是驾驶核动力引擎前往最近的恒星比邻星，也需要424年。这不再是一次航行，而是一场无期徒刑。要让这样的任务有意义，我们必须建造世代飞船，一个巨大的封闭生态系统。一代又一代人将在密封的钢铁走廊里出生、学习、老去，永远看不见家乡，也看不见终点。时间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在每秒3000公里的速度下，真空也变得充满杀机。星际尘埃变成了致命的砂纸，任何撞击船体的威力都会引发微型爆炸，将氢转化为 X 射线辐射，缓慢杀死内部的一切。船员可能直接消失在虚空中，而地球根本无法及时知晓。光速限制了通讯，如果任务在200光年外失败，他们的绝笔信要2个世纪后才能传回地球。当我们收到求救信号时，那些殖民者早已化为尘埃200年了。唯一的替代方案是冬眠，试图将生物组织冷冻几个世纪，但这在统计学上毫无胜算，人体太脆弱了。天体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认为，宇宙辐射以及400年航程中系统故障的概率，意味着沉睡的船员可能在旅途过半前就已成为死亡名单上的数字。在虚空中，自动化系统的任何一次关键故障都是致命的，而且没有任何救援会到来。如果要寻找其他文明或殖民其他星系，我们需要走得更远。银河系的直径是10万光年，以我们假设的最高速度，穿越银河系需要1000万年。在这段时间里，地球的海洋可能干涸，人类作为物种可能彻底改变或灭绝。我们被困在了这个叫做太阳系的扇区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收不到信号。对他们来说，距离可能同样是无法逾越的天堑。但这真的是绝对的障碍吗？如果外星文明确实存在，且其发展水平远超我们呢？
他们的技术可能允许大规模扩张，殖民整个星系。这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那些本应在我们出现之前就重塑银河系的人，他们去哪儿了？或者人类是否注定永远无法踏足外星，而仅仅是作为一种生物摇篮，孕育出真正继承银河系的后继者？对于生物体来说，距离是障碍，但对于人工智能，这只是时间问题。机器不需要氧气，也不需要沉睡，它们只需要物质来自我复制。上世纪中叶，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提出了自复制探测器的概念，这是殖民的完美工具。向临近恒星发射一个探测器，它从向小行星中开采资源，制造自己的副本，然后继续发送，这会产生链式反应。据估算，即使速度平平，这些机械病毒也只需几百万年就能占据整个银河系。在宇宙的时间尺度上，这几乎是一瞬间的事。经济学家罗宾·汉森提出了扩张型外星人理论。想法很简单，如果宇宙中产生了一个倾向于扩张的文明，它就会向四面八方扩散，重塑星系。我们应该到处都能看到它们，吞噬恒星光芒的戴森球，或者星际高速公路发出的强大射电爆发。但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望远镜里连一点工程活动的微弱迹象都没有。这产生了一个逻辑矛盾：如果技术允许征服星系，为什么没人这么做？这会不会是我们用人类的认知来接触宇宙，导致格局太小了？我们要么误判了高级文明的动机，对于一个超级文明来说，物质扩张可能像我们今天看待征服新洞穴一样毫无意义。既然可以在当下创造一个完美的现实，为什么要花几百万年在死寂的岩石间穿梭？牛津大学尼克·博斯特罗姆教授提出了数字逃避主义。一旦智慧物种达到顶峰，他们会意识到，在虚拟世界中可以随意重写物理定律，没有光速限制，没有能源短缺。超级文明不会建立星际帝国，而是向内转，将母星系变成一台巨大的超级计算机。对外人来说，这个文明消失了，变得沉默隐形，沉浸在自己无尽的虚拟天堂中。此外，超级文明可能会利用一个绝妙的主意。俄罗斯科学家弗拉基米尔·苏尔丁提出，银河系最宜居的地方其实是中心超大质量黑洞附近。这听起来荒谬，但根据广义相对论，这种地方的时间会变慢数百倍。这就好比电影《星际穿越》里的情节，银河系边缘过了几个世纪，中心只过了几天。这是完美的时间黑客，他们可以向宇宙最偏远的角落发射探测器，虽然外界过了几十万年，但数据几乎瞬间就传回了创造者手中。他们不需要建立物理帝国，只需在引力避难所里等待历史终结，看着其余宇宙在他们的世界外迅速衰老。但也可能一切都比这更平庸。如果大沉默不是因为高级文明选择了隐居，而是因为生命根本没机会发展出智慧呢？这就是大过滤器理论。智慧生命的进化过程中存在一个极难跨越的阶段。大多数外星文明在达到高水平发展前就失败并消失了。当我们想象大过滤器时，往往会想到核战争、小行星撞击或致谢危机。我们习惯于恐惧未来，假设障碍在前方。但如果最大的障碍已经被我们甩在身后了呢？如果真正的难关不是文明的存续，而是文明的诞生呢？要在不带人类傲慢的视角下审视地球历史，地球生命出现的可疑的快。地表刚冷却，细菌和古菌就占领了海洋，然后一切都停止了。整整20亿年，这是一种何等规模的停滞！现代人类只存在了短暂的约20万年。相比之下，在地球历史的一半时间里，这里只是一个细菌的星球。它们不建城市，不发展智慧，也不尝试多细胞化，因为它们不需要。细菌是完美的生存机器。在进化论看来，智慧不是最高目标，而是一种昂贵且充满风险的投资。宇宙中可能充满了这种生命。科学家认为，数十亿个世界可能覆盖着厚厚的生物粘液，生机勃勃。但要把粘液变成能造望远镜的生物，需要发生一次生物学上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概率在数学上趋近于0。大约20亿年前，地球上发生了一次。
生化学家尼克莱恩称为能量飞跃的事件。一个孤单的细胞意外吞噬了另一个细胞，但奇迹般的没有消化它。被捕获的细胞在宿主体内存活下来，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线粒体，这就是内共生。线粒体成了我们的内部发电厂。在此之前，细胞体积受到严格限制，因为缺乏能量变得更复杂。有了内部电池，细胞每个基因拥有的能量增加了数万倍，使其能够形成细胞核，构建复杂的遗传代码，并最终成为多细胞生物。令人震惊的事实是，这种事在地球上只发生过一次。40亿年的进化中，眼睛、翅膀和昆虫社会结构被独立发明了数千次，但从简单细胞向复杂真核细胞的转变仅此一次。它不是必然的，而是一个统计学上的异常，一次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运气。这就是宇宙沉默的关键。我们之所以孤独，是因为这种共生的概率微乎其微。银河系可能充满了永远无法离开泥潭的安静生命，它们根本没有能量预算来进化出大脑。即使拥有了复杂细胞，智慧也不是必然的。人类的诞生是一连串极不可能的巧合。我们下树不是出于野心，而是气候灾难摧毁了森林。我们在开阔的草原上九死一生地幸存下来。我们幸运地生在新月沃地，那里有适合驯化的谷物和动物。别忘了，如果不算我们，其他几个人类物种都灭绝了。我们是那场以智慧为头奖的彩票的最终赢家。大脑是一种高效但也极其昂贵的适应性变异，它消耗身体20%的能量，却只占体重的2%。在野外，这是生存的累赘。大脑袋让分娩变得困难，需要大量热量，让我们变得脆弱。十有八九，进化会淘汰掉智慧这种突变。真正的大过滤器可能不是未来的核战争，而是遥远过去的线粒体。如果宇宙中最难的事是制造复杂细胞和供养一个耗能的大脑，那么人类就是系统中的一个极其罕见的故障。几百万光年只是物理距离，而我们体内的生物学障碍才是难以逾越的高墙。宇宙之所以沉默，不是因为有人在躲藏，而是因为根本没有人可以说话。这导致了另一个结论：如果这是真的，我们是第一批。这又引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也许不仅我们的生物学是独特的，宇宙本身直到最近才允许智慧生存。第一代恒星是只有氢和氦的巨人，它们内部没有构成你细胞的碳，也没有流淌在你血液中的铁。为了让生命成为可能，这些恒星必须燃烧、爆炸，将重元素撒向宇宙。这花了数十亿年才积累了足够的建筑材料来形成固体行星。天体物理学家称之为金属风度。早期宇宙在化学上是贫瘠的，它没有资源来制造骨骼、科技，甚至我们脚下的土壤。我们字面上就是星辰之子，而且即便材料准备好了，早期宇宙仍是一个战区。那时的星系排列得更紧密，超新星爆炸和伽马射线暴如此频繁，理论上任何萌芽的生命都会在单细胞阶段被辐射消毒。那是一个物质不断创造又被瞬间毁灭的死循环。在宇宙的前100亿年里，那里是辐射地狱，智慧生存的概率几乎为零。按宇宙标准，直到最近，宇宙才膨胀到足以让这些致命事件变成例外，而不是常态。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被称为宇宙瓶颈期的时代。结论令人震惊，我们可能是最早一批有资格入场的文明，这改变了我们对大沉默的理解。也许我们就是科幻小说中那些古老的外星人先驱，也许几十亿年后，其他生命形式会像我们寻找神话遗迹一样，研究我们古老的无线电信号。但作为第一批，并非特权，而是一把双刃剑。如果银河系真的是一片死寂的沙漠，那我们的军方雷达和热成像仪记录下的那些奇怪异常又是什么？如果在我们眼皮底下就有人在监视我们呢？如果生物智慧是罕见的故障，而太空是无法逾越的监狱，我们要如何解释那些不明飞行物 UFO？ 五角大楼的报告和飞行员的证词证实，天空中存在着无视惯性定律的物体。如果这些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飞船呢？鉴于生命的稀有性，从其他恒星系直接造访的概率微乎其微。但有一个大胆的假设，我们找错了地方。
科学家对火星表面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自己星球海底的了解。浩瀚的海洋是隐藏存在的理想场所，那里可能藏有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数千甚至数百万年的自主系统，甚至还有更近的东西。一种很多人亲眼见过却没意识到的现象——球状闪电。我们习惯将其归结为罕见的自然现象，但问题是，现代科学100年来从未能在实验室中复制球状闪电。我们学会了分裂原子，建造了强子对撞机，甚至模拟了恒星内部，却造不出这种稳定的、长寿命的能量团。为什么？也许因为它不是自然元素。有一种大胆的假设，认为球状闪电是一种自主的等离子体探测器，一种没有金属外壳的高科技监视设备。它不需要天线，由纯粹的受控等离子体组成，其稳定性维持技术超前我们数千年。尽管它被认为是假设性的，但全球成千上万的人描述过这种奇怪的、移动不规律的能量团，它们毫无预兆地出现又消失。我们扫描遥远的星系寻找信号，却没意识到我们也可能正在自家后院被监视。总结一下目前的几种可能性。1975年，天文学家迈克尔·哈特写道：他们不在这里，因此他们不存在。如果外星人存在，他们早就该殖民银河系了。1980年，物理学家弗兰克·蒂普勒进一步提出，一个文明只要造出能自我复制的机器，冯诺依曼探测器，很快就能通过指数级增长布满银河系。既然我们没看到这些机器，说明我们是唯一的。弗兰克·德雷克则用德雷克方程估算，认为可能有成千上万个文明。这就是费米悖论的核心矛盾。刘慈欣的黑暗森林理论给出了最令人胆寒的解释。宇宙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点火暴露自己会引来杀身之祸。人类虽然还没有星际航行能力，但我们的无线电和电视信号已经泄露到了太空中。旅行者号探测器更是带着人类的信息飞向深空。我们实际上已经点燃了火把。阿瑟·克拉克说过，我们要么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要么不是。这两种可能性同样令人恐惧。如果不孤独，我们面临的可能是毁灭，或者是动物园假说描述的那样，被更高级文明像对待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观察。如果孤独，那责任便全在我们肩上。我们是这死寂虚空中唯一的意识火花，是宇宙观察自身的眼睛。根据我们目前的理解范围，还有另外几个可能性。一是我们认为最现实的问题，时间与距离的阻隔，光速限制让通讯变得不切实际，哪怕是和最近的邻居通讯，一来一回也要8年多，和仙女座星系通讯一来一回要500万年。那时候发消息的文明早没了。虽然我们的无线电广播了100多年，但在10万光年的银河系中，仅传播了微不足道的100光年半径。二是行星轨道不稳定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处于宜居带的岩石行星在早期非常不稳定，这被称为盖亚瓶颈，生命很难在最初的几亿年里存活下来。三是超线性缩放。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能源需求会指数级增长，最终导致崩溃。也许外星文明都因为耗尽资源而灭亡了。四是人工智能威胁。失控的 AI 可能会消灭创造者，甚至通过殖民毁灭其他文明。或者 AI 可能已经接管了一切，并处于某种我们也无法理解的状态中。最后，可能真的没有悖论。最新的研究调整了德雷克方程的参数，认为我们在银河系中是唯一的智慧生命的概率在53%到99.6%之间。也许大过滤器就在我们身后，也许生命虽然普遍，但智慧和技术极其罕见。无论真相如何，有一点并未改变，我们在这里，而此时此刻，我们是打破这巨大沉默的唯一声音。